我是林，今年32岁，是一名社区访问志愿员。每天的工作就是走进那些被社会遗忘的角落，敲开一扇又一扇紧闭的房门。丈夫总笑我心肠太软，不适合做这一行。可我总觉得那些长期足不出户的人，需要有人伸手拉他们一把。我也听过太多志愿者和被志愿者之间的流言，也知道好心有时会办坏事，但我还是告诉自己，只要保持专业距离，只要足够耐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现在回想，那时候的我真的太天真了。结婚1年，我和丈夫的日子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，没有激烈的争吵，也没有热烈的爱意。那天晚上，我刚把炖好的牛肉端上桌，他疲惫地回家，肩膀垮着。我看着他慢慢吃饭，心里却五味杂陈。明天我就要接手一个新案例，一个闭门不出整整5年的男人山田。第二天，我特意早起烤了曲奇饼干，用碎花油纸包得整整齐齐，想用甜食缓解他的紧张。山田家是一栋老一户建，我站在门口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按下门铃。他开门时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直视我。我努力微笑着自我介绍，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屋里堆满垃圾和杂物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空气又闷又浊。我强忍不适，笑着说今天天气很好，适合晒衣服。他却低着头，像个犯错的孩子。吃完我带去的曲奇，他的紧张感慢慢放松了。我提议一起打扫，他犹豫很久才点头。我们开始一起收拾屋子。我弯腰捡起地上的杂物时，无意中看到角落里有一堆用过的纸巾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好奇心驱使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来闻了一下，一股浓烈的熟悉的气味瞬间冲进鼻腔，我像被烫到似的立刻松开手，脸颊迅速发烫。不远处还散落着一本杂志，我伸手拿起，只看了一眼封面就明白了，那是有颜色的刊物。原来他这些年就是靠这些东西，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勉强排解寂寞。我还没来得及把杂志放下，山田就突然从后面扑过来，一把抢了回去。他死死抱着那本杂志，想护着最后的尊严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耳根却红得厉害。我愣在原地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心疼、尴尬，还有说不清的慌乱。当我背对着他继续收拾时，总感觉后背有一道灼热的目光紧紧盯着自己。我没敢回头，怕一回头就会打破这脆弱的平衡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轻声问他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他欲言又止，眼神躲闪，手却死死护着那本杂志。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空气瞬间变得粘稠起来。我的心跳得厉害，呼吸都有些不稳。虽然这对我来说非常为难，可想到自己是来帮助他的志工，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又一次压过了内心的抗拒。我红着脸低声对他说，你不要动，我自己来，可以吗？他腼腆地点了点头，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的惊喜与紧张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，手指却在轻微颤抖。整个过程我都告诉自己这是在帮助他，可内心深处的羞耻像潮水一样一波波涌来。那天离开时天已经黑了，晚风吹过，我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。我不断问自己，灵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真的在拯救他，还是正在慢慢失去自己？1个星期后，我再次去了山田家。我惊讶地发现他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我心里松了口气，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效果。我们一起做午饭聊天，他吃得很香，还夸我手艺好。那一刻我甚至有种成就感。可另一方面，我隐隐觉得他那方面的需求正在变得更强烈。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热切，
手指会无意触碰我。我每次都提醒他保持距离，他总是低头道歉，说下次不会了。我像温水里的青蛙，明明感觉到危险，却无法跳出去。我的内心在反复交战，如果现在退出，他会不会重新跌回黑暗？我的责任感像一条无形的锁链，把我牢牢绑在那里。这一次，他的情绪又失控了，我明显感到不适，心跳加速，手臂本能地想推开他。我轻声说停下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继续，既然选择了付出，那就一直帮到底吧。3个月后，山田告诉我他找到工作了，虽然辛苦，但至少能自立。我由衷替他高兴，和丈夫一起为他办了小小的庆祝会。那晚丈夫下楼买啤酒，客厅只剩我和山田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感激，说一切都多亏了我。可同时他也知道，这意味着我对他的帮助也到此为止了。他沮丧地说舍不得我。那一刻我的心彻底乱了，看着这个因为我而重新站起来的男人，我又一次心软了。这一次我把全部都给了他，不再对他有任何的限制。期间丈夫还打来一个电话，在我接电话的时候他也没停下来。丈夫回来时我们已经收工了，他笑着提议拍张合照。闪光灯亮起时，我挤出了最灿烂的笑容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山田家，他开始了新生活，而我依然做着访问支援的工作，每天微笑着面对新的求助者。可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付出真心。我学会了保持距离，学会了戴上面具，在温柔的同时，在心里筑起一道厚厚的墙，